你在这里待了多久？2年。你帮陆老板处理毒气，2年。你戴过那个面具多少次？霍兴泰知道他怎么过滤毒气吗？碳有微孔，1克活性炭的笔表面积能铺满一个足球场，气体分子被吸附在微孔表面，这叫物理吸附。审问用粉笔，好嘛！全天津卫头一份，活性炭微孔，这根本宁愿挨顿揍。但活性炭会饱和，饱和之后，它就是一块废铁。这个滤毒罐至少3个月没换了，你这3个月吸进去的毒气，已经在你肺里了。你骗我！这是第8间工坊缴获的，同款，全新的。新的是陆老板给自己准备的，旧的是给你们用的。你以为你在帮他处理毒气，他以为你在帮他消耗过期滤毒罐，你在他眼里也是耗材。他说这些面具是防毒气的，防毒气的，对，但前提是滤毒罐有效。我全说。陆老板上面是馆长，第7间所有的配方都是馆长给的，我只是按方子配药，我不知道会死人。馆长，又是馆长。这条线从当铺到药局到米店，现在到了第7间，所有路的尽头都是同一个人。面具没吓着他，耗材俩字儿尿了。真相比挨打疼，这是科学。把他和之前的工人关在一起，让他们互相照应。他们不是主犯，是被利用的。他交代了7个配方的存放地点，第7间工坊的和他画的一模一样。后天、今晚，矛盾。他说陆老板后天要从码头走，后天来得及，我们马上布控。不，今晚就走。他说后天是假的，陆老板给他的最后指令是今晚。滤毒罐，旧的这个是3天前才换下来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如果陆老板后天走，他不需要提前3天给手下换滤毒罐，他今晚就要用新的。对。他说的是后天，但他让我今晚去码头。他说有最后一批货要装船，他没说是什么货，他只说这批货你带着新面具搬。新面具，今晚的货有毒，他准备让跟班搬完货，再用船上的东西灭口。那我们今晚就收网。你在警局等着，今晚码头上可能会有毒气泄漏，没有防护的人不能靠近。我没商量。你要去？那你自己小心。那姐姐说小心儿，翻译过来是你敢死一个试试。这是活性炭，如果闻到怪味儿，你就往高处跑，炭能帮你过滤一部分。狗带炭包，全天津卫独一份。他不是拿我做实验，他是缺个跟班。走，今晚陆老板这条线到头了。碳吸走毒气，馆长吸走人命，同一个原理，俩说明书。汪。等他们装完最后一箱，
人赃并获。码头、海风、咸鱼味儿、藏睾丸，好嘛！陆老板拿藏睾丸当香水，全天津卫头一份。老板，跟班还没来，要不要等等？快点，快点！天亮之前要出海。这批货客户等着急用，不等。他的活你们分一下。不等。跟班今晚不来，他连问都不问一句。他知道跟班被抓了。那他还出货？他在赌。赌我们没证据扣这批货。瓶子里的是第梯间工坊的成品，这批货要是出了海，就再也追不回来。不许动，全部蹲下，把手放在头上。秦先生，久仰，来给我送行。不是送行，是留客。留客要有理由，我这是正经商船，你凭什么扣我？箱子里是什么？药材，有出口批文。你看，白纸黑字红公章。你要查，我陪你查，但查完要是没问题，你得当众道歉去。我这生意耽误一晚，损失你赔。药材，好，我去看药材。中药原料，您了闻闻。酸苦酸苦的，这标签贴的跟真的似的，骗鬼呢，鬼都不信。不是单制，是混合物，配方复杂，光是粉末看不出全部成分。看完了吗？是不是正经药材？秦教授，我尊重科学，但科学讲证据。你手里那瓶东西，你证明不了它是毒药，因为它需要特定条件才会起效。你说的对，粉末本身我证明不了，但我不用证明它是毒药，我只需要证明你是骗子。你干什么？硫氰化钾，玉铁变血红色。这是什么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你右手上有铁粉残留，刚才你摸过船舱铁门，硫氰化钾遇到你手上的铁粉，产生血红色轮化物，血手印。这不是诅咒，不是闹鬼，是化学。这哥们拿硫氰化钾给人算命，一算一个准儿。这是假的，这不是血，这是化学。对，是化学。你刚才说的话，我原样还给你。科学讲证据，你的手就是证据。你到底要什么？我说，是馆长让我干的，所有的配方都是他给的，第7间工坊是他的，我只是替他跑水。你跟药局掌柜说的台词一模一样，是馆长让我干的。你们这些人出了事儿都往同一个人身上推。我说的是真的，我知道是真的，我只是在想，他用了什么办法让这么多人替他卖命？你抓了我，他会杀我灭口。你不明白，他什么都知道，所有人身边都有他的人，你身边也有。先考虑你自己的事，检方会给你机会交代，交代的干净，量刑从宽。带走吧，这艘船全部封存，每一瓶都搜检。血手，血手，他跟我说过，他说秦墨会用化学算命，我以为他在开玩笑。化学算命，那老家伙给陆老板打过预防针，可惜没用。化学不算命，化学说真话。硫酸化钾遇铁变红，不是变魔术，是揭露真相。他说我身边有馆长的人，他说的对。跟班交代的时候，有人提前给陆老板通风报信。今晚的行动，陆老板早有准备。那个人就在我们中间。临办下他爷爷的手稿，馆长知道每一个进展，是因为有人在看。下集得抓内鬼。我跟您说，这案子抓人跟剥洋葱似的，剥了一层还有一层，每层都呛眼睛。但我鼻子灵，谁身上有樟脑丸味儿，我记得。旺财，水。凌晨2点电话响，不是打错了，是讨债的。这哥们儿接电话那表情，跟他妈接判决书似的。秦墨，还没睡？我在你父亲的书房里，你该来看看。
猜你在分析我的位置。不用猜，我已经知道了。哦，说说看。沈家大院，地下通道，你在距离地面大约20米的位置，你周围是青砖结构，7步长5步宽，因为那个空间对特定律的回声是固定的。声学共振，你父亲当年也用铜锣测过第7间的位置，你比他快，他用了2年，你用了2分钟。你说你在我父亲书房里，他书房在哪儿？在他被关着的地方。第10年，我给他换了一间带电话的房间，方便我偶尔和他讨论学术问题。你旁边有人。是，你父亲在听。让他听电话。他现在不能说话，肾中毒，声带萎缩，你应该已经知道了。他爹在电话那头，馆长这孙子，心理学博士。爸，是我，我找到了你的笔记，第2本，在衣柜夹层里，我用了碘，你知道我会用碘，你教过我碘与淀粉变蓝，你把真相藏在淀粉墨水写的字里。你别挂，我很快就去找你。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在帮我找他的路上帮倒忙，包括那个老头的孙女。你打电话来不是让我听我爸的声音，是要告诉我什么？你家的电话我接了一条分线，姓陆的帮我接的，用你藏在电话机里的那把钥匙，你爸没告诉你，我告诉你。晚安，秦墨。陆老板复制了钥匙，藏在电话机里。他们在我家里装了分线，所有的电话他们都听过。电话分线不是鬼，是馆长。欲知彼之所在，先听彼之回声。这哥们儿意识到自己家被窃听了，我以后睡觉前得检查一下我的毯子下面有没有窃听器，这日子过的。铜锣的回声，沈家大院地下，陆老板装了分线。我家馆长知道我爸在哪儿，但他说我身边有他的人。他不对人说，对狗说，全城他唯一信得过的活物是我，不是人，是狗，这就叫信任危机。他说林半夏，馆长知道他爷爷手稿的每一个进展，因为有人在看，在传。电话分线不是唯一的窃听方法，不是他放的。他说这是博物馆的文创馆长给他的，让他送给我。他用馆长给他的东西送了馆长一个窃听器。他不知道，但馆长知道每一个进展。钢笔里有窃听器，全天津卫最贵重的礼物不是金笔，是窃听器。林半夏不知道，但馆长知道每一个进展，不只是我这边，他那边也有。馆长在他身边安了人，那个人一直在看他的手稿。每次他发现新线索，馆长都知道。那姐姐还在熬夜，馆长的活儿快了。旺财，从明天起，你跟着林半夏，他去哪儿你去哪儿，他身边那个人，你得帮我找出来。电话，红锣，
回声窃听器，这集叫电话铃声。真正响的不是电话，是警报。那老家伙耳朵多，但这集他漏了一手破绽，他让这哥们儿听见他爹还活着，只要活着就能找到，找到以后算总账。忘。他爹留的笔记本大半本都是白的。我跟您说，正常人不写日记，但一个化学家不可能留白纸。空白的纸比写满字的纸更可疑，因为空白意味着藏着。点足，家里有点足。这哥们在家里破案，不对，是破他爹的案。点足加热冒紫烟，紫烟熏白纸。他爹给他留的谜，他拿化学解。父子俩在一条赛道上跑，用同样的工具。淀粉，点玉淀粉变蓝。他用的不是化学墨水，是米汤。厨房里的东西。点走，厨房里的点走。这哥们在家里破了他爹的谜。他爹跟他一样，藏东西留一手。你瞧着是白纸，熏一下全是字儿，这叫有其父必有其子。馆长用全城人做实验，他骗我说是收集数据写论文，我信了，帮他设计了配方。后来我发现。他不是在写论文，他在验证配方。第7间工坊的成品，他准备卖，我拒绝继续。他把我送去精神病院，以精神失常为由。他知道法院不会信我，因为我确实帮他做了最初的配方。我是共犯，我把所有证据藏在这里。第7间的位置在沈家大院正下巷，我用同药刻了坐标。默默，如果你看到这行字，爸爸是罪犯，爸爸对不起你，但爸爸没疯，这些话是真的。他没哭，但他的手在抖。我跟您说，一个人知道自己父亲坏人做了第一管毒药是什么感觉？我不知道，我是狗，但我知道他需要个什么东西靠着。我给他膝盖，不收钱。坐标是数字，这是图案，这不是坐标，这是标记。第7间的标记和第一具尸体眉心的一样。他在说第7间就是凶器的源头，这不是坐标，这是标记。第7间的标记。和第一具尸体眉心的一样，他在说第7间就是凶器的源头。硝酸银，他说要用致幻反应显影，铜和硝酸银发生致幻，铜溶解，银析出。钥匙表面的铜会被银取代，底下如果刻了东西，银会显出图案。底下果然有东西，刻痕处的铜和其他部分不同步反应，银驱出的厚度有差异。显出了线条。沈家大院地下东3弄道第7间，档案架背面的夹层。化学能点石成银，那老家伙点人命成数据，一样的配方，不一样的用法。他把地址藏在钥匙上，用致幻反应显影，淀粉写字用点熏。他用了10年把证据分开藏，书里的文字，钥匙上的坐标，还有缺的那位，我妈知道。他妈去世了，他爹说他妈知道最后一味药，但没告诉他。为什么不说？因为他不想儿子卷进来，所有母亲都这样，宁愿把秘密带进棺材，也不让儿子碰危险的东西。知道什么？但秘密这东西，他会自己爬出棺材。妈，你走之前没跟我提过一个字，你怕我查。醋。全城人的命和醋有关系，消食、碱、酸中和，全城的地下消食。他要炸掉全城，醋能中和消食的眼性，醋是解药。我需要借你爷爷的手稿，所有。林半夏，我要查一个配方，和醋有关。醋，爷爷在最后一册写过醋，我还没整理完，但有一页反复出现2个字中和。点蒸器。红钥匙、硝酸银，他爹留下的谜，这哥们儿用3样东西全解开了。但解完谜不结束，开始死。第7间的弟子知道，本党地化上全城人的命，印证反应方他也知道。现在缺的就剩一件事，证据。老家伙的实验室里，全城人吃完丹药后的数据，那东西在第7间的档案架得去拿，拿回来，这案子就翻过来了。忘。秦墨，你父亲的入院记录，这里只有复印件，原件在院长的私人保险柜里。
笔迹鉴定做过吗？做过，鉴定结果是本人签名。秦元三，他爹的名字。一个被当疯子关进去的人签名签这么短，不是他爹疯了，是签名疯了，疯的不正常。档案室可能也被窃听。这不是我爸签的，笔迹像，但力道不对。我爸用钢笔，习惯在收笔的时候留一个极小的顿笔，这个没有，这是描的。你要干什么？漂白水，次氯酸钠，氧化剂。漂白水能氧化某些墨水褪色，但如果底下有另一层墨，被氧化的速度不同，底下那层会露出来。伪造的墨被氧化褪色了，底下的是真的。控制。他把这俩字写在人家名下，还让所有人以为是我爸自己签的。控制。他把这俩字写在人家名下，还让所有是我爸自己签的。漂白水，白纸底下藏着黑字儿，馆长写别人名字比写自己的还像，这叫嘛？这叫专业造假。但他不专业的是，他不知道漂白水领退假墨，化学不认签名，只认反应。爷爷写过这个办法，伪造墨迹，漂水可退。他在最后一册里写了，他见过类似的手法。你爷爷也被人伪造过签名？他被关进过精神病院1年。出来后，开始写这本手稿。同一个人，同一套手法，30年前不对。你爷爷是100年前的人。馆长不是第1代，他是第3代。他祖父是当年沈家大院的管家，沈家败了以后，管家继承了宅子和配方，然后一代一代往下传。3代人100年都在做同一件事，用人命验证配方。沈家大院地下不是30年前修的，是100年前就开始修了。第7间工坊可能是100年前就有的，第7间是总控，其他6间是分支。是为第7间服务的。这张纸能证明我爸入院手续系伪造，伪造文书非法拘禁，这是刑事罪，但还不够。要证明馆长是幕后，需要他亲手写的实验命令。那份文件在审讯室里已经拿到了，加上这份，形成证据链。那接下来去找你父亲，他还在院里吗？电话里馆长说转移了，但档案室会有转移记录。地下，转移日期3天前，3天前，就是你破了第7间的那天。他知道我快找到了，提前转移了。他爹3天前被转走了，转到地下，就是沈家大院底下。那老家伙把他爹攥在手里当最后一张牌。我跟您说，这种人不叫反派，叫人渣。反派讲规矩，人渣什么都不讲。秦先生。院长在办公室等你，他说你有东西要看。院长是谁的人？院长说你父亲转院之前留了一封信，在院长手里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我一直跟着，从昨天起，这哥们就把我派给那姐姐了。他是重点保护对象，他自己不知道。我是便衣，不穿制服那种。请，秦先生，久仰，这是令尊留的东西。默默，不要相信穿白大褂的人，但是可以相信你妈说的醋。不要相信他们的人。你写的对，你被关在这里10年，他们的人没救过你。你帮他转移了我爸，你知道他在哪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执行入院指令是伪造的。小白水已经证明签名是馆长写的，你是从犯。你要什么？地下通道的入口，你当了他10年看守，你不可能不知道入口。小白水洗掉假字儿，露出真字儿，这集叫精神病院。但被关在这里的人不疯的，是关他的人。那老家伙伪造签名，伪造入院记录，伪造病情，什么都伪造，但化学不跟他伪造。漂白水一涂，假的就是假的。沈家大院第3回了，头回大门进粉笔箭头，2回米店地道下砸1身面粉，3回枯井。
我跟您说，这崽子跟这哥们儿八字不合，每来一回脱层皮。硝酸银置换反应还在继续，铜继续溶解，银继续析出，钥匙上藏着的地址还没完全显现出来。还要等多久？给他一点时间，化学急不来。爷爷的最后一册，我快整理完了。他反复提到一把第七钥，和你这把一模一样。他说钥匙不是开门的，是开信息的。药入饮水，真相自负。那姐姐的爷爷也写这个，100年前的人跟现在的人用同一招藏东西，那老家伙的祖宗用的法子，老家伙还在用，创新精神为零。东三雨道，档案架背面，果然，第7间不只是实验室，是档案馆。铜置换银，化学上叫置换反应，在证据上叫真相浮出水面。钥匙当银子了，化学点石成银，馆长点人命成数据，同一套配方，两样用法。它是银钥匙，那老家伙是生锈的锁。你别下来，底下可能有残留毒气。你有防毒面具吗？没有，只有湿。我带了。那姐姐也带织布了。第1集看见泥坑里死人，差点吓哭。第20集自己带醋泡织布下毒井，这叫学以致用。最好的学生不是考第1，是能保命。消失，整条甬道都是消失。馆长不是埋了几包消失，他是把整条甬道变成了火药引线。爷爷写过消失铺地，百里一坟。我爸留的第4个箭头，他在指路。又来了，他爹的箭头，一个在屋顶前10天前，这些在地底下的也是10年前。10年前他爹走了多远？走到第7间了吗？见着了什么？被抓住了。10年了，箭头还在墙上，等着儿子来认路。东。这凿痕是清代的工艺，爷爷在手稿里写过，沈家修斋子的时候雇了开矿的工人。不是修斋子，是修地库。伪装是实验室，日买阁间地下是他继承的，他继承了一个100年的实验基地。爷爷进过第7间，他把他关进精神病院，他在里面待了3个月，他在里面写了一整本手稿，用被人隐形墨水。第7册最后一次按照他还没上发现，那是最关键的一次。你爷爷发现了什么，让他被关进去？配方，完整的配方，不是毒药，是解药。他说沈家的配方有2种，一种杀人，一种救人。他们只用了杀人的那种，因为杀人的能卖钱，救人的被锁在第7间。他们要确保没人知道。第7间，档案架背面，馆长的实验记录，30年的数据，每一个服过丹药的人，姓名、剂量、症状、死因，全部在这里面。这就是证据，能让全城人知道真相的证据。是，能。王福顺，52岁，铁匠，服药3月牙齿脱落，半年后骨痛不能行，1年后死亡。李秀莲，34岁，绣娘，服药后产下死胎。这里每一本都是人命，不是数字，是人。爷爷说的解药，
在这里，他找到了，但是没来得及带走。醋，食用醋，乙酸，浓度5%的盐性，破坏其爸妈说的醋，原来是这个。解药配方里缺的那一味，就是醋。全程是不是有救？醋能中和，但需要找到7个关键节点，同时中和。我爷爷画个全程地下图，在最后一册里。现在回去拿，全城人的命得赶在馆长发现之前。第7件找到了，钥匙上长的银树给他指了路。他爹的箭头，那姐姐爷的图纸，他妈留的醋，所有线索汇到同一件实事。4个人的接力，2代人100年，最后指向同一样东西——解药。配方有2种，撒人那种被用了3代，救人那种被锁了100年。现在解药找到了，剩下的就是跟时间赛跑。押送路线是临时定，除了警长和我，没人知道。我跟您说，那老家伙被铐着，但他的手不是最危险的部位，他的脚在动，脚趾在鞋里抠东西。我见过这种动作，狗在埋骨头的时候也是这么跑的。别紧张，从这儿到法院就20分钟，靠着的人能翻什么天？可是他。年轻人，你知道白磷的燃点是多少度吗？别跟他说话。白磷34度，人的体温是37度。我建议你们打开窗户。他脚上有东西！停车！白磷，停车！他跑了，他往巷子里跑了。烧伤了？我不知道，鞋在着火，我以为他要烧死了，但他站起来就跑了，他跑得跟没事人一样。白磷这味儿我记得，热了就着，他藏在身上，烫自己也要跑。这人对自己都下得去手。我跟您说，对自己狠的人对别人更狠。这老家伙脚底板烧烂了还能跑，他根本不怕疼，他不怕疼也不怕死。这样的人最危险。他用白磷，不是临时起意，是提前藏在鞋底里的。他知道今天会被押送，有人告诉了他路线和时间。谁？路线只有我和你知道。还有一个人，通信员送文件的那个。通信员小周，他跟你搭档了1个多月。所有人都搭档了1个多月，负责送文件，所有文件。林半夏的手稿，我父亲的入院记录，押送路线图，他都能看到。送信的是他的耳朵，杜铺老板是他的手，药橱掌柜是他的分销商。他不是一个人在犯罪，他是经营了一家犯罪公司。白磷灼伤不会马上感觉疼，但过了这个时间，疼痛会加倍。他需要地方处理伤口，最近的藏经体是沈家大院，地下入口不止1个。他回到地下了，这是他最熟悉的地方。30年，他把这里当成最后的阵地。秦墨，通信员，我找不到通信员，他不在办公室。你说的对，通信员有问题。爷爷手稿的最后一册，今天早上我放在桌上，就去了趟厕所，回来发现页码被翻过了，有人趁我不在的时候拍了照。他拍的是哪一页？
通信员拍了这张图，他知道现在也有节点在哪儿，也知道我们有解放。那他会不会？会，他会提前引爆，不等全城人吃够丹药，他要用爆炸抹掉一切证据。馆长已经不是在做实验了，他在销毁实验。全城的命，他的罪证，30年的数据，他要用一场爆炸全部抹掉。我们得同时做2件事，找到他，中和7个节点。怎么同时？你帮我一件事，把全城地下图画成所有人都能看懂的示视图，复印发给每个街区，让街坊们把醋招进排水口、每家门口的下水道，越多越好。我去画图，你下去把通信员揪出来，把他往醋到了以后的下水道里赶。对。旺财，跟着他，他身边现在没有通信员了，但有别人。馆长的人不止一个。他又下去了。这次追的是白林烧了脚底板的老家伙，那老家伙疼疯了，疯子加上疯，但疯子有目的，他要炸全城。这哥们下井不带枪，带的是醋师部每条，化学实验室标配。打仗用枪，他打仗用试剂。别人是战士，他是化学家。敲3下，和电话里我爸敲的一样，不是我爸，是通信员，他在给馆长传递位置。用敲击声告诉我他们在地下的方位是诱饵，诱饵就诱饵，我照样去。白林34度就着，那老家伙把白林藏在鞋底，体温就够点燃。化学在他手里是武器，现在他在地下，我们在地上，地面上的事交给了那姐姐，地下事这哥们一个人扛。我跟您说，这集叫馆长逃逸，但逃是暂时的，化学不帮他逃一辈子。汪。林半夏不在家，不在办公室，博物馆大门没锁，他昨晚在加班。那姐姐的味儿、墨汁、旧书，还有他用的那种皂角。别问我一只狗为什么认识皂角，他办公室里有3个人的味道，一个是他自己，一个是通信员张涛玩味儿，还有一个我不认识，新的。通信员来过了，他拍了这页还不够，他要把原件也拿走，是他自己撕的。他在被带走之前把关键信息毁了，碎纸留在地上。他知道我们会找过来。那姐姐聪明，四书流度标，她平时最宝贝这书，现在自己撕。这是告诉我们她在这儿，但被带去哪儿了？剩下的得靠我了。方向是北，旧城区。旧城区，还是那老地方。我跟您说，全城的坏人好像都只有一个目的地——沈家大院。那宅子是个漩涡，把所有人都往里吸。通信员地下7个，他确认了是通信员带走了他，地点是地下7个，可能是指第7间，也可能是指7个节点。那姐姐被拖走的时候还在留纸鞋掉了，她把纸条系在鞋带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临危不乱。第1集看见泥坑里一只手就差点吓哭的人，现在被绑架了，还记得给我们留路标。他们下去了。林半夏在故意拖慢速度，他赤脚走得很慢，他不是在挣扎，是在给我们留追踪时间。他爹的箭头又出现了，第5个。这条路通往下水系统，他爹10年前走过。那箭头旁边写的不是数字，是方向。他爹一直指路，从第1个箭头到第5个，像在写一本只有他儿子能读懂的说明书。他又留了路标，撕一页留一个节点位置，他怕我们找不到，他在用自己的方式给我们画地图。那姐姐私塾留路标，每一片碎纸都是地图的一块。他在被绑架的路上画地图。我跟您说，这种绑票受害者不常见，他不等人救，他自己也是追查者。第4片，他撕了至少6片，对应6个岔路口。他在告诉我们，这条路通往第7个节点。通信员没走7个节点，他走的是去第7间的捷径。他手里有地图，他知道怎么走最近。林半夏也在引我们走捷径，他撕的每一片碎纸都指向第7间的方向。通信员带他进了第7间，不是从正门进的，是从暗道。馆长逃走时用的应该也是这条路，地下通道不止一条，是一张网。暗道又一条，沈家大院地下路比地上的还多。100年的工程，每一代人都修新路。这地道跟博物馆一样大，但藏品不是文物，是证据。你不用帮我，我已经知道答案了。爷爷手稿最后一页，我昨天晚上才破译出来。你拍的那张照片没有最后一页。在哪儿？在秦墨手里。昨天晚上他来博物馆找我的时候，我已经给他了。所以你帮我没用。
信息不在我身上。你在撒谎！昨晚馆长逃走后，没说过秦墨去过博物馆。馆长不是全知的。化学最基础的原则，观察者不能同时出现在2个位置。他昨晚在逃命，他怎么知道秦墨去了哪儿？那姐姐在跟绑匪讲课，她拿这哥们的逻辑对付敌人。我跟您说，好学生不抄作业，好学生学思维。观察者不能同时出现在2个位置。他学会了怎么用科学的脑子想问题。现在那绑匪被他问住了，化学原理困住了坏人。说的对，我不需要知道最后一页在哪儿，我只需要把你留在这里。馆长说了，等全城爆炸，你和其他人一起消失，最后一页也一起消失。馆长没告诉你，他把爆炸装置设在第7间正下方，引爆点就在这里，你也在爆炸半径之内。你骗我！爷爷手稿上画了引爆装置的位置，我昨天晚上找到的那一页，上面画的就是这里，第7间，引爆点的中心。馆长把你留在引爆中心，他没告诉你，因为他不需要你也活着，你也只是数据。你帮他送了10年信，你知道他多少秘密，每一个都足够判他死刑。你觉得他会让你活着出庭作证？他说会给我钱，送我出海。他说了很多。他对陆老板也说了很多。现在陆老板在监狱里。你刚才说的最后一页，是真的还是编的？编的，我没找到最后一页，但我昨天晚上确实解开了爷爷的一个密文，和醋有关。醋不只是中和消物，醋还有别的用处。爷爷写了醋能解毒。那姐姐没死，通信员被策反了，不对，是被真相打醒了。他听见馆长要连他一起炸，中层碎了。中层这玩意儿建立在信任上，一旦发现对方根本不把你当证人，中层就变成纸糊的。那姐姐用裸照撕了圆，是我们挨长耳了。这集叫失踪的半夏，他没失踪，他自己找回来了。6个小时，那姐姐被带走6个小时了。我跟您说，绑架案有黄金救援时间前24小时，过了24小时找回来的概率断崖式下，现在还剩18小时。这哥们的表在走，不是计时是倒计时。旺财停在一个岔路口，3条甬道，他分别闻了闻，然后犹豫了。3个方向都有微弱的气味残留。3条路，每条都有味儿，但每条都淡的跟没了一样，水汽太重了。那姐姐的皂角味儿被水汽盖住了。我跟您说，下水道是狗鼻子的克星，这里头什么味儿都有，霉味、锈味、死老鼠味。那姐姐味儿找不着了。地图上没有这个岔路口。新挖的，3年之内，馆长在地下又修了新路。右边没有声音，没有风声，没有水声，说明是死路，被堵死的，不是通路，是陷阱。胡同，新挖的，专门给追踪者准备的。馆长在这下面设了迷宫，伪装成路的死路。那老家伙在地下修迷宫。我跟您说，坏人躲藏的最高境界，不是让你找不到他，是让你在找他的路上自己走丢。这叫什么？这叫物理防御。没有机关，没有毒气，就是让你迷路。秦墨从包里取出一个密封长的小铁盒，打开，里面是几根镁条，银白色金属在微弱的手电光下泛着冷光。左侧有阶梯，那是出口方向。中间水道连通城市地下水脉，可以通往7个节点的任何一个。右侧亮路，全亮了。这垒条跟个小型闪光弹似的。我跟您说，这哥们儿的包里什么都有，醋、湿布、碘臼、硝酸银，现在又掏出垒条。他包不大，装的化学剂比我家厨房的调料还多。中间，水道。馆长标记了这条路，他常走。通信员带林半夏走的路，应该也是馆长指定的。馆长不会让他们走没有标记的路。找到了。水道边上的泥里有那姐姐的味儿，还有通信员的桑袄丸味儿。他们走过这条路，鞋底沾了泥，泥里的味儿比空气里流的久。我就说，人走过的地方总会留下点什么。每条燃烧温度高达2000度，在水道里不会引发粉尘爆炸，因为这里湿度太大。但燃烧时间只有30秒，30秒之内，我需要找到下一个路标。秦墨在最后1秒看到了水道墙壁上的碎纸质，林半夏留下的第6片路标塞在船桩缝里，被镁光照得发白。秦墨一把抓下碎纸片，镁条熄灭，黑暗再次吞噬一切。
只剩下手电筒的微弱光装。馆长在此，他在被拖行的时候还能判断方向。他数了步数，从被绑地点到这个位置大概400步。他在用脚步丈量地下通道的距离，一般人质吓得连地图上标出来。那不仅数步，不算仅数步数，杨继拐了几个弯，然后写在碎纸上塞枪话是被绑的人质，但行为像侦察兵。台阶向下，不是出口方向，是往更深处走。馆长不在地面附近，他在最深处。好嘛，一个大厅，不是人工修的，是天然洞。沈家大院底下有个天然溶洞，他们用了100年把它扩成了地下中枢，8个通道入口，每个都连着不同的方向。这要是没地图，走到明年也走不出去。3瓣花是沈家的标记，但花瓣数量不同，5瓣代表第5条甬道，6瓣代表第6条，9瓣是主通道，通往第7间。血，白磷灼伤的脓血。馆长走过这条路，那老家伙的血，白磷烧的伤口不会愈合，会一直烂下去。他的脚底还在烂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化学不骗人。你用化学伤人的时候，化学也伤你。每条还剩4根，需要省着用。从这儿到第7间，按林半夏的地图推算，至少还有300米。走，馆长在前面，林半夏的碎纸路标指向的就是这个方向，他也在第7间。不止那老家伙的血味儿，还有别的。通信员的樟脑丸，那姐姐的皂角，还有人味儿，好几个活的在前面。我跟您说，这地底下不止馆长一个人，他有帮手，几个在前面等着呢。几个？老板说还要等多久？他说快了，上面那个酸道进去，引线就开始走，引线走完就炸。那咱们呢？咱们在爆炸半径之外，老板说的。左边那个，你吸引他注意，3秒。秦墨在最后1秒看到了水道墙壁上的碎纸质。林半夏留下的第6片路标，塞在船桩缝里，被镁光照得发白。这哪来的狗？一下15米哪来的狗？解方在此，他说爷爷圈出来的就是这个书架，铜匣在这里，解药配方在这里。馆长把解方和毒药放在同一个石室里，他在比较，他在不断完善配方，用解方检验毒药的效果，用毒验证解方的有效性。那老家伙不是收藏研究，他在做对照，和苏八娘都在这间屋子里100年了，沈家3代人都在做同一组实验。默默，如果你看到这行字，说明你找到了第7间，找到你母亲穿白大褂的人。他字不在坛底的瓷片上，那是中和香系妈说的醋。他爹又留了纸条，10年前写的，藏在第7间的暗格里，等儿子来找。他爹知道他会找到第7间，他爹相信他。我跟您说，父子之间不需要天天见面。他爹箭头笔记暗格里的纸条，可铺了一条路，到第7家园屋顶，最后一张纸条结束，10年，一条路走了10年，现在路到尽头了，尽头是全城的命亡。不是单一气体，颜色偏黄，有氯气成分，苦杏仁味儿可能有氰化物，酸味儿可能是氯化氢，这是混合物。协同效应，每一种单独不足以致命，但混合在一起是神经毒剂。试纸从黄色变成橙色，然后迅速变成红色，强酸性。对气、氯化氢，还有那个颜色还是脱酸磷的分解扩大症。混合物，馆长注意，浓度经过精确计算，是要让人记起这浓度。酸中和碱，但这里是酸性毒气，醋是弱酸，不能中和酸，但醋能中和碱性毒气。如果混合气体里有氨气的话，又来了，支部第4回了。我跟您说，我这条命是支部给的，现在是第4回，我都快习惯了。但这回的毒物跟之前不一样，之前是单一毒气，这回混合毒，单一是打拳，混合是群殴，群殴不好对付。屏住呼吸，
快速通过，不要停，不管看到什么都不要停。50步，应该快到了。应该趁势狠滑。林半夏的地图标明这条甬道长80，还剩30。冷凝液，毒物在墙壁上冷凝成了液体，液体浓度比气体高得多，不能碰。全副武装，我俩现在就差防毒面具了。回去得给这哥们儿申请那个化学防身术专利。四步裹狗，全程找不出第2条。狗带4步不是时尚，是保命。我忍了。绿光，不是永灯，是灵光。墙壁上涂了荧光粉。馆长在这里不用明火，毒气混一下，明火会爆炸。他用灵光指路。林半夏。秦墨把他的绳子截断，扶住他的肩膀，他的身体软得像没有骨头。秦墨用手指探他颈侧，脉搏还在，弱但在。吞下去，活性丹能悉数毒素，吞下去。你来晚了2个小时，比预想的慢，你还能走吗？第8关，他把每一关都设在不同的地方。第7关是毒物，第8关，他把第8关设在关我爸的地方。他知道你会通过毒物，他知道，他一直在等。姐姐活着，中毒了，但活着。我叼了他的碎纸片一路，从后巷叼到地下15米，现在物归原主。我跟您说，这块碎纸是他的护身符，他撕了它来救我们，我叼着它来还他，这是一个缘了。你带着，我闭气能撑2分钟。从这儿回地上，走捷径1分半钟。别废话，这是战术最优。你呢？我还要往下走，第8关，我爸在第8关。最后一侧，我昨天晚上发现了，第8关不在第7间，第8关在这下面。沈家大院地下不是2层，是3层，第7间在第2层，第3层爷爷叫它第8间。他画过草图。闹室，不是实验室，是墓室。沈家3代人的墓室，馆长把最后一关设在墓室里，他把这里当成了他自己的终点，他知道自己会死在这里，所以他把第8关设在墓室里，他不打算活着出来。你回地面，旺财带你走，他认识路。秦墨，这是命令。他又要一个人往下走了，这回我陪不了他，我得带着姐姐回地面。我2个主顾不对，1个主人1个临时主顾，现在分头走。我跟您说，我这条狗当的不容易，又要当保镖，又要当向导，又要掉碎纸，但我没得选。这哥们儿选的路永远是最难的，最难的路需要一个人走，狗也不行。他又要一个人往下走了，这回我陪不了他，我得带着姐姐回地面。我2个主顾不对，1个主人1个临时主顾，现在分头走。我跟您说，我这条狗当的不容易，又要当保镖，又要当向导，又要掉碎纸，但我没得选。这哥们儿选的路永远是最难的，最难的路需要一个人走，狗也不行。秦墨，醋，爷爷说的醋能解毒，最后一页的密文我破译了，说的是醋能解第8关的毒，第8关的毒是汞，汞在第8间，醋能沉淀汞。他说他等，如果2个时候还没上来，带他走。如果我2个小时还没上，这姐姐跟以前不一样了。等不到你，我把自己下去找你。地级侠，地级他被你坑一次手，吓得拿书挡脸。现在他站在毒雾里，说要下去找人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淬火。人得淬了火才变硬。 2个半小时，过时不候。他会回来。
都悟过了，姐姐活着。第8关，公墓是他爹，死路也是路。汞，地下第3层是汞矿脉，沈家在汞矿上修了墓室，他们用汞做防腐，水银，百年挥发，空气里全是汞生气。每天喝这碗水，你喝了多久？慢性汞中毒，神经损伤，手抖，我看到了，你的手在抖。带来了。醋酸加汞盐，生成醋酸汞沉淀，沉胶物无毒。妈说的醋能解毒，她说的不是醋能喝，是醋能沉淀汞。他在我14岁那年去世，他把解药藏在厨房里。你的笔记，我全找到了。衣柜夹层里的第2本，每一页我都做了校注。他没告诉我，他在我14岁时去世，他可以告诉我，他没告诉我。他不想你卷进来，但我要你卷进来，对不起。感人，父子重逢，我最喜欢看这种场面。你来了，我一直在等你，等你给我带解药。你妈，她是个聪明的女人，我找了她藏的东西，找了10年没找到。她把配方藏在醋里，我每天都用醋，从没想过醋本身是解药。她把化学公式写进了菜谱。你认识我吗？她曾经是我的学生。你把你学生的丈夫关在精神病院10年，给他儿子下毒砷，你把他爸的配方占为己有。他14岁那年去世，和你有没有关系？你也吃药了？你自己炼的丹药你自己吃？我当然吃，长生丹我自己不试，怎么知道有效？有效，就不会手抖。汞中毒、砷中毒，30年了，我每天试1种。我的身体是全程数据的疾病，我是对照组，全错。30年的实验，结论是失败。你做完了，实验失败，你懂什么？你父亲也参与了实验，我们3个人一起，你妈、你爸、我们3个人在沈家大院。我妈退出了，她在发现你准备在全城人身上做验证实验的时候，她就退出了。她把配方藏在醋里，然后她死了。她是退出了，但她没毁掉配方，她把配方留给了你。她知道你会来，她知道。对，她知道。她用14年把一个化学家的种子种在我身上，然后用一坛醋给了我最关键的那一位。你说实验失败，好，那我们做最后一个实验，验证汞的致死量。秦远山喝了3天含汞水，剂量不够，所以我自己加剂量。我对不起，
喝下去，醋酸能沉淀胃里的汞，阻止吸收。这个不是我想看到的结局。喝下去，我上去。全城的人，包括你，都在爆炸半径里。我妈留的醋，不只救你，也救全城。我不想只有回忆，我一直走，不肯回头，总是相信有个坚持的理由，不管心。实验还没做完。一个用化学害人，一个用化学救人，配方一样，人反着来。他妈把最重要的配方藏在醋坛子里，藏了10年，没来得及说，但知道他准能找到。母爱不是化学反应比化学精准，忘。硫酸引爆，定时化学反应装置没有计时器，用硫酸的流速控制爆炸时间。法庭3小时，馆长在3个小时前启动了装置，那时候他刚逃回地下，他给自己留了2个小时的逃亡时间，但白磷灼伤减慢了他的速度，他没能在爆炸前逃出地面，他现在还在下面，他想同归于尽。硝石、硝酸钾、硫酸加强酸，置换出硝酸，硝酸加黄加木弹，黑火药的3份药全部齐备。这个装置不是炸弹，是黑火药工厂。硫酸一滴入，爆炸就不可逆。那老家把他们分开埋在地道里，平时没事。我跟您说，这不是碰化全活了，他用了30年把全城地下变成火药桶，最后用1杯硫酸引爆30年。7个节点，每个节点储藏硝石约2吨，总爆炸盎量足够把全城炸翻。他知道解法，他写在这里，他在炫耀，他要证明，即使有人找到了总控室，看到了解法，也来不及。秦墨从包里掏出笔记本，快速计算7个节点倒醋的顺序和时间。他需要同时组织7组人员在7个位置倾倒醋酸，误差不能超过2分钟。林半夏，听到没有？我在第2层总控室，听好，引爆装置已启动，还剩1刻钟。7个节点需要同时用醋中和。你按照我给你的地图，组织7个街区的人把醋倒进下水道口，每个节点的位置在地图上有标记。地图被通信员拿走了。你撕碎的那些拼起来。我能复原，我每一片都记得。我去找胶水。半夏，你有1刻钟。够了。他叫半夏。以前叫林半夏，现在叫半夏，少了姓多了一份意思。半夏，我跟您说，人类改称呼意味着什么？我们狗最清楚，叫全名是同事，叫名字是搭档，少1个字儿，关系翻1倍。第1节点城西水井巷，第2节点城东罗马市，第3节点城南文昌阁，第4节点城北关帝庙，第5节点老城鼓楼，第6节点码头仓库，第7节点沈家大院正下方。第7节点无法从地面抵达，需要有人在地下操作。上去。把这个给林半夏，他会用。第7节点在地下，需要有人在地下操作，那个人只能是我。你上去帮半夏传信，你比任何人都快。保证。第7间点在沈家大院正下方，和第7间重合。第7间我没有仔细搜索，上次去只取了档案和配方。引爆点一定在第7间的夹层里。父亲笔记里写第7间的第7个书架，数字7，它指的是第7个书架。秦墨推开暗门，里面是一个极小的石室。只能容纳1人转身。石室中央是一根铁柱，那是第7节点的引爆核心。铁柱上连接着引线，引线向上延伸进岩层。第7节点是总引爆，其他6个节点倒醋可以中和，但第7节点引线已经燃烧，醋必须倒进铁柱内部，中和消蚀的同时还要阻燃。
导火索已经在烧，醋直接倒进去可能来不及浸透全部消食，需要加大接触面积。消食氧化剂，黑火药里的氧源，醋酸中和，消食变成醋酸钾。醋酸钾不是氧化气，不能助燃。这是化学的开关，把开，关掉。导火索是黑火药碾子，自带氧化气，醋中和不了，需要物理阻止。物理阻燃，掐断氧气。导火索是纤维，捏碎它的碳化结构，它就没法传火。秦墨低头看自己的手，手指在抖，但他握拳止住了抖动，然后他站起来。到，每个下水口倒3瓶醋，别省，你家的醋不够，去隔壁借，全程借醋，明天还10倍。我家醋不够，碱行不行？行，酸碱都能中和消食，只要是碱性的，到。酸碱中和，最基本化学反应碰在一起变成烟和水，无毒、无害，没有爆炸，全程的命。靠最基础的化学原理保住。我没见过，但我猜着跟那哥们儿差不多，嘴角显动，眼后头不怎么明显。半夏，第7节点已中和，全程安全。安全了，全程安全了，全程安全，第7电点已中和。他手没伤着，骗人！我闻到烤焦的肉味了，但会说他没伤着，但他会伤着。这哥们儿从来不承认受伤，我舔不到他的手，他在15米地下。我舔这姐姐的手，她手上有醋味，还有她的字迹，够了。消食加硫磺加木炭等于黑火药，醋酸加消食等于中和，全城人的命等于7个下水道口。我跟您说，这集的化学公式就这2条，一条杀人，一条救人，用哪一条看人。那老家伙用杀人的公式，最后自己躺在墙角里手抖；这哥们儿用救人的公式，全程酸雾散尽的时候天亮了，全城人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他们只知道有个戴眼镜的，让他们往井里倒醋。汪。6个节点全部中和，确认。第7节点由我手动操作，已中和，全程爆炸威胁解除。收到，全程安全。全程爆炸威胁解除。安全了，全程安全。还你，准时。6个地面节点，每个填埋点约2吨消食，需要大量醋酸中和。下水道口是最快的通道，从每个节点上方的街区灌入，醋顺着下水道管壁流到填埋层，中和反应会在10分钟内完成。 6个街区需要6组人，每家每户把剩下的醋拿出来，倒进下水道口，越多越好。行，酸碱都能中和消脂，只要是碱性的到。上个月腌了50斤腊八蒜，醋全在这儿了，明年再腌。无妨，醋能洗鞋。醋酸加消甜等于中和，秦老师教的。
都倒，命要紧，酱明年再酿。这水今天酸一点，明天就淡了，但城保住了。那就算世界满是荒芜，我们抬头就能看见月亮。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模样，这虽千万人也要盛开的孤芳，别再忧伤烦恼。各位，今天凌晨全程一起做了个化学实验，结论全程通过。以后要是有人给你们吃长生丹，说包治百病，记住今天，醋酸加消食等于中和，醋家家都有，科学也家家都有。你们今天已经会了。秦老师，以后还会有人往井里下毒吗？会有人想，但不会再有人成功，因为全程都知道醋能解毒，知道了就防得住。都初开的我，从不敢和你说。仅有辆进城的公车，还没有咖啡馆和奢侈品商店。晴朗蓝天下，昂头的笑脸，爱很简单。他让我送那坛汞给他，说最后一关需要。我送了，他说谢谢，那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，不是炸成，是谢谢。之前那张试纸你用过了，这张是新的。检方审你的时候，如果你需要检测任何东西，用它。秦先生，谢谢。全层排爆完了，7个节点全安全。那老家伙30年埋的药，让全层的醋坛子给端了。化学史上没这先例，全层人拿醋房调料拆了炸弹，井封了，醋碗还在，碗里有露水，露水上有桂花，月亮掉进去了，好看。晚安，汪。秦先生，第7节点和其他7个不同，它的主要是在岩层里，深度约15米，引线已经部分燃烧。虽然第7节点被醋酸中和了，但引线烧到了主药室附近。药室里的消食是密封的，醋酸渗透不进去。引线烧到了石板缝隙，温度传导进药室，消食受热分解产生氧气，内部压力在上升，如果不处理会自爆。我们能挖开石板，但要3天。来不及，内部压力预计只能撑2个小时。药室爆炸分解为氧化钾、氮气和氧气，爆炸当量每公斤约相当于0.5公斤 TNT，3吨，总钢量约1.5吨 TNT。药室岩壁厚度约2米，定向爆破。
最小爆炸半径6米，在钥匙北侧岩壁钻孔，装少量引爆药。引爆后，岩壁向北侧河航道破裂，释放内部压力，爆炸半径控制在6米以内，不会塌到沈家大院。引爆。你要在底下引爆？不是在底下，是在药室里，定向爆破，爆炸方向指向北侧无人航道。我在航道外操作，万一算错了呢？算错半米，沈家大院就是他的坟。技师2个半。我下到药室北侧航道，安装引爆装置。如果超过2个半时我没上来，带人撤退。撤离范围：沈家大院周边50米。2个半。现在2点07分，2个半小时4点37分，过时不候。半径6米，刚好。碎石封死了北侧航道，但钥匙已安全，内部压力全部释放。半径6米，刚好。碎石封死了北侧航道，但钥匙已安全，内部压力全部释放。上去。他在等表。2个半小时，还剩10分钟。他说差半米，不会差。他算的不会错。半径算对了，差半米。还你，准时。出来了，差半米。他说差半米的时候嘴角在抖，那不是怕，是后怕，怕半米不对，咱俩就真得给他立碑了。我跟您说，这哥们儿在地下算了2个公式，就为了炸一个6米的洞，这不是爆破，这是外科手术，用货药做手术刀，半径算错半米，沈家大院就是他的坟。医院，现在。好。第7点，最小爆炸半径6米。引爆时间4点12分，操作人秦墨，校对人秦远山，先付笔记。第7点点清楚，全城所有爆炸威胁全部解除。爷爷在最后一页写：沈宅不倒，真相不灭。他用膨胀剂修过这栋宅子的支柱。现在他用火药炸了药室，宅子还是没倒。
最小爆炸就炸6米，写2页公式就被算准这6米。他爹10年前可想没炸没人，他今儿可半径6米，壳子对壳子，爹对儿子30年火线全掐。搜神仙呢，自己说好去医院头一回，任务完了，可以疼了，可以回家了。哇！差一点儿。蛇姬震颤，步态弓箭直挑。你走不到拉杆那里，是因为小脑受损。汞穿过血脑屏障，你的神经系统正在崩溃。你来给我做诊断，不是诊断，是总结。你的实验结论已经出来了，无剧毒无解药。你吃了30年的丹药，每一颗都是锰、铅、砷的混合物。你把自己做成了实验样本，样本结论：实验失败。我的手，你的手是证据。汞中毒的神经系统症状：手抖。你手上的每一道白线都是你犯罪的记录。你自己的手指证你自己。受赏者042号，锰中毒，手抖，牙齿脱落，死前记录。我不能写字了。他写这段话的时候和你现在的症状一模一样。你已经在了，你是最后一个受赏者，编号你自己，剂量你自己选，结局你自己看。馆长看到死患字，他的瞳孔急剧有点收缩。馆长看到了那行字，他想说什么，但舌头已经完全不听使唤，只能发出含糊的音节。没完，第8关不是最后。你做完了，实验失败。是馆长，我也吃过百草堂的安神药，吃了半年，后来停了，太贵了，吃不起。你问第8关，第8关你已经过了。第8关是锰，你服了汞丹，剂量足够杀死3个人，你没死，因为你身体对汞产生了代受，但不死比死更难受。你的神经会一点一点被汞吃掉，你会手抖、失语、失明，最后失去呼吸。这就是你的第8关。雄黄加热到300度，分解成砒霜和硫化氢气体。他说实验失败，然后你说了什么？我说你做完了，实验失败。爷爷的最后一页，他说半夏。爷爷写的不是咒语，我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现在知道了，他写的不是咒语，是科学。他写了什么？还没显眼，要用体味，但现在不急，我等他出来等了10年，不急这几分钟。造脑丸，我在地上捡的，不是那老家伙的，是通信员掉的，他招供的时候裤腿里滚出来的，我调来做个纪念。这案子从头到尾都有一股糟脑丸味儿，现在案子结了，以后不用闻这个了，改闻醋味儿，醋比糟脑丸好闻。醋味好闻，以后全程改用醋熏。后面呢？还有什么事儿没做完？你爷爷的最后一页，我爸的身体熬合治疗需要3个月，第期间的档案整理归档，移交检方。陆老板、通信员、药局掌柜，案子要审。审多久？不知道，但馆长他熬不到宣判。汞中毒晚期最多3个月，他的神经会一点一点被汞侵蚀，先是手，然后是声头，然后是腿，最后是呼吸机。他会清醒地经历每一个阶段，每一阶段都和他记录在实验册里的受害者症状一模一样。他当了一辈子观察者，他是自己的观察对象。爷爷写在扉页上的，100年前写的，现在还是对的。那哥们儿用了4个字实验失败，判了那老家伙29年。他不是拿法律判的，是拿科学判的。科学不偏眼，汞有毒，苍生不存在，实验失败。句号。那老家伙当了一辈子科学家，最后被科学判了。他不是死在审判庭上，他死在自己的实验数据里。最狠的判决不是无期，不是死刑，是4个字：实验失败。馆长落网，全程安全。这一集不是高潮，是收网，网收了，鱼抓住了，鱼的鳞片上全是汞。抓鱼的人手上有受伤，但网收完了，剩下的是善后。善后不是尾声，善后是另一种开始。一期间的档案有3000多页，3000多页，3000多条人命，每一页都要归档，每一页都是证据。参粉，墙壁上涂了参防潮，不是，是让球室里的每一口呼吸都含砷。慢性砷中毒从呼吸道开始，砷类金属。慢性中毒围在头发、指甲、骨骼里，症状皮肤色素失轴、手掌渐化、指甲横纹，最后多器官衰竭。他在你父亲身上做了10年砷暴露实验。
不是铁锈，是新化铁，铁链上被涂过锌。我爸每天摸铁链，心经皮肤吸收。他在这里10年，心猛铅3种毒，分别从空气、皮肤、饮食进入。馆长在做一个重中毒的协同效应。秦河、秦山是对照组，馆长本人是实验组。1最高浓度，10最低。刻度旁有铅笔写的字，是我爸的笔记。刻度5可维持清醒，刻度3开始手抖，刻度1不可用，会死。第1年皮肤瘙痒，脚底出现净化斑；第3年指甲出现横纹，味觉减却；第5年声带水肿，说话困难；第7年手抖，无法写字，改用左手。他把砷中毒的每个症状都记录下来了。在被人当实验样本的时候，他还在做实验记录。这是职业病，和我一样的职业病。我们秦家的人被人下毒也不忘做数据。这是父亲在囚室里写的第3本笔记，用左手写的。他记录了通风管道的位置，每天守卫换班的时间，院长的办公室方位，还有通信员来送饭时的谈话。他靠听，把整个精神病院的运转摸清了。你爸说沈家和林家是敌人，馆长是沈家第3代，我爷爷是林家的人。100年前，沈家抢了林家的配方。2家斗了100年。馆长送你钢笔装窃听器，不是因为你是他孙女，是因为你是林家的人。他一直在用我，也在防我。10年的砷都在这里，他用被人下毒的饭攒出了证据，每一顿饭留一口，攒了10年。爸，我找到了第3本。你做的比我多，被下毒的人还攒了证据。我没被下过毒，我只攒了公式。6道，10年第1道入院第1年最轻，那时他还能说话。第6道最近一次，最深，距离指甲根部最近，就是馆长转移他之前。每一道我都应该看到。他来探视的时候隔着玻璃，我没看他的指甲。他隔着玻璃看我，我隔着玻璃看他的脸。我看了10年，没看过他的手。他敲玻璃，敲3下，我以为他在打暗号。现在想想，他可能只是想让我看看他的手。你不是受害者，你是卧底。你在囚室里，把通风管道当情报通道，把身份当物证攒，把粉笔当暗号留。10年，等我来。院长，现在还在上面，我马上去控制他。不急，让他把今天下午的茶喝完，茶里的身份让他自己尝一次。秦先生，这是你每天在茶里加身份，剂量指甲盖大小。你加了10年给我爸的茶，今天这杯你也加了。是馆长让我加的。他说是微量元素对病人会做好。砷在化学上是类金，在生物学上是毒药。你当了30年精神病院院长，你看不懂米实线吗？6桃10年，每一桃是你的茶，你是从犯，你帮他关人，你帮他下毒，你穿着白大褂用茶壶当凶器，每天一杯，泡了10年。你父亲他什么都知道，每次我送茶，他都看我一眼，他知道茶里有东西。所以你知道他知道，我知道他不想让我起义，他要咱知道，我们互相知道。10年，他不捅破，因为捅破了他就会被转移，他宁愿被下毒，也要留在那个能听到通风口传声的囚室里。当陪伴变成了老伴，长头白蛇再也不孤单。我愿浪漫到永远，习惯有你在身边。砷、锰、铅3种毒，10年囚室，6道米实线。他爹在囚室里搞情报，等儿子来收网。这不是受害者，这是卧底。虎父无犬子不对，犬子有虎父。赵律师，秦远山是本院合法收治的病人，转院需要院长签字。
院长不在，谁也不能带走他。院长签字在这儿，但院长的签名是假的，漂白水洗过了，底下是院长的笔记。你要不要也试一下？你是副的，可能不知道全盲。院长每天在秦源山的查理家身份加了10年，他是从犯。你现在挡在这里，也会被列为从犯。不管你说什么法律程序要走，没有院长签字，病人不能出院，这是规定。规定。好，那我按规定办事。病人病情紧急，需要立即转院。3秒，让开。3秒就到。现在他又掏出来了，这次是负的，负的比正的好对付，正的需要漂白水，负的只需要乙醚。你要干什么？这是袭击！等他醒了，告诉他，乙醚麻醉持续时间约15分钟，醒来后会恶心，正常反应，多喝水。没打，法律文件是假的，昏迷15分钟，3毫升，标准诱导剂量。爸，我来接你走。院长是馆长的人，现在院长被抓了，副院长挡门，我用乙醚放倒了。你现在可以出院，跟我回家。副院长当了5年，不是主犯是从犯，他替馆长伪造了入院文件。这里不止我一个，还有别人疯子是证人。每一扇门后都是一个被关在这里的精神病人，其中有多少是馆长的证人？搜查所有长期住院病人，入院记录全部送缴用漂白水，检查每一个签名。每一个被伪造签名的都是被非法拘禁的证人。爷爷的笔记里写过，沈家从100年前就用精神病院处理证人，把知道配方的人关进去，说他们是疯子。没人信疯子的话。沈家以院为狱，求意见者于病榻，或10年，或20年，或终身。世人不知，以为真疯。实则清醒者日日夜夜在窗后看天。这哥们儿推着他爹出来了，10年没见太阳，老爷子眼睛都受不了喽。10年地下囚室里熬着，这一下算是熬出来了。您瞅这台阶下的慢是慢了点，那是疼爹呢。10年前爹一个人进来，10年后儿子推着爹出去，门还是那扇门，人还是那俩人，嘿，方向反了。秦老师，我家还有醋，还要倒吗？不用倒了，留着炒菜。妈，秦老师说留着炒菜。你的笔记全在这儿。第1本你教我化学的时候写的，第2本你用米汤写的隐形字，第3本你在囚室里用左手写的，第4本已经写了。从第1集开始，不对，从我进沈家大院开始，每一个实验，每一个配方，每一个证据，都在4本还没写完，还差最后一个实验，第8关的配方，你帮我小合串，和以前一样，你教我写，你点头就是对了，你写个准就是准了。爸，回家了。回家了，他爹被关了10年，今天回家了。厨房第3个橱柜里醋坛子还在，沙发上的毯子，我今晚不睡毯子，我睡他爹脚边。他爹身上有股味儿，不是坏的味儿，是旧书药和醋，还有10年地下的青苔味儿，现在加上了阳光。第8关配方：乙酸，浓度5%，中和消炎，沉淀汞银，解毒，需与活性炭并用。节狱不是节狱，是节底。这集叫节狱，但没结成，就放倒了一个负的。乙醚3秒，剂量精准，没多没少。负的15分钟后自己醒。怎么了？衣领夹层有东西，铁质，很小，生锈了。这件衣服是通信员帮我拿去做的新制服，博物馆统一做的。他说是福利，全馆每人1件。全馆都有，但只有你的衣领里被缝了追踪器，不是通信员，是裁缝。通信员安排的裁缝。他知道我每天穿这件，所以他不需要跟踪你，追踪器自己告诉他你在哪儿。追踪器不是博物馆定制的，是当铺地下锅坊做的。通信员从第7间拿了追踪器，让裁缝缝进你的衣领。你被装了窃听器和追踪器，窃听器在钢笔里，追踪器在衣领里，2个都是通信员经手的。真正的内应不是裁缝，是通信员。裁缝只是被他利用了，和你一样。他在我身边待了那么久，每天送文件，帮我拿手稿，帮我端茶，他什么都知道。他知道我发现了什么，知道爷爷最后一页写了什么，他全部传给了馆长。所以馆长知道每个进展，他不需要窃听我家，他只需要窃听你。在第7间地下室，等全员账务了之后，新城的博物馆归我管。新城馆长不光要炸掉旧城，他要重建，用沈家的配方在新城从头开始。通信员不是普通的通信员，他是馆长选中的继承人，第7间的新馆。他比我们想的更危险。他现在在警局拘留室
被策反后，他交代了地下通道图，但追踪器的事他没交代。铁锈。追踪器在里头嗡嗡响，人耳听不到，但哥们他爹能听到。10年的接听率比狗还灵，因为10年里他家只能我听。现在我坐在那边姐姐没事，我不是叛变，是告诉我追踪他没事，他是受害器，受害者坐一起。我跟您说，这案子分2拨人，一波害人，一波被害那姐姐是后者。走，去警局。通信员还压在拘留室，他需要解释追踪器的事，还有他说的新城。秦先生，又见面了。还有半夏，你的衣领怎么了？你们找到了。我还在想，要过多久你们才能发现？比我预想的快。你预想的是多久？爆炸之后，你们翻他的遗物，也许会拆开衣领。追踪器电池已经耗尽，铁壳生锈，锈蚀产生的变动频率在人耳可听范围下限，正常人听不到。但我爸能听到，他在囚室里听了10年金属和墙壁的传声，他的听觉已经被训练到了狗的灵敏度。你没想到这个变量。你爸确实是个意外。馆长说他在囚室里已经快不行了，结果他不但活着，还能听到铁锈的声音，这不在计划内。很多事都不在计划内。我妈把醋藏在厨房不在计划内，林半夏私书留路标不在计划内，你被抓也不在计划内。你们知道馆长为什么选我吗？不是因为我会送信，是因为我是第7间的配方继承人。陆老板、药书掌柜、院长，他们都是打工的，我是唯一一个能独立完成配方的。馆长老了，他需要一个人在新城从头开始。所以你要炸掉旧城，抹掉所有证据，然后你带着配方去新城当新的馆长。这是你在第7间学的配方，你倒背如流，对吧？当然。你烧了配方？你疯了吗？那是唯一的完整配方。不是唯一的，我已经记在脑子里了。烧的是纸，不是化学。你用配方害是你的命，配方在我脑子里，它是工具。你记住，配方能烧，化学烧不掉。你不可能全记住，有7个配方，每个有10几味，配比精确到毫克，你不可能。醋的磷化锌配比：3份红磷，7会锌粉，研磨至250。药局的签单剂量：1氧化磷60%，4氧化三磷40%。第7间的汞盐浓度：氯化锰0.1摩尔每升。配方杀不了人，杀人的人是你们；配方救不了人，救人的是我。你继承的是馆长的配方，我继承的是我妈的醋，我们不是2类人。你等着审判，审判完了，配方就真的只剩灰了。新城，你提到新城的时候，你说馆长答应你。馆长不会答应任何事，他只是让你相信，等你做完一切，新城是你的。你信了，陆老板也信了，药局掌柜也信了，院长也信了，所有人都信了，以为自己会是例外。但馆长没有例外，他连自己都不例外，自己吃了30年的丹药，他对自己下了。你以为他对你会更仁慈？他从来没打算让我继承，他只是需要一个人替他做完最后一步，然后那个人会和全城一起炸掉。你烧配方，是为了让他崩溃？是让他明白，他把配方当信仰，信仰烧得掉。化学不是信仰，化学是工具。他在第7间学了3年，没人告诉他这个，现在我告诉他。这件衣服我穿了半年，半年里我走了多少路，他都知道。我在博物馆熬夜，他知道。我发现了爷爷最后一样的2只他也知道。馆长准备提前向转移了我爸，提前启动了引爆装置，每一步都走在我们前面。现在不是了。原来，这就是终点。缝好了，就再也不会坏了。列位，您听好喽，甭瞎猜了。内用就是送信的小邹，跟裁缝副院长半点关系没有。您可别被他模样骗了，瞅着就跟街坊老实孩子一样，端茶倒水、跑腿打杂全是演的。好家伙，一装就是半年，演技我是真比不了，我可没这心眼儿。就听到动静，赶紧支棱耳朵。嘿，闹了半天追踪器是块锈铁，这点小动静一般人压根察觉不了，骗他的耳朵灵得出奇。跟您说啊，做10年牢练的不是拳脚，全练耳朵上了。这回内应也抓着了，就是宋县那通信员，什么继承人，糊弄的玩意儿。馆长这辈子谁都不信，就守着那份配方。得，现在配方也烧成灰了，全落在拘留室喽。螺纹上有极香的划痕，不是螺丝刀，是发卡。有人给了他发卡。他哪来的工具？进来的时候搜过身。拘留室外有人接应，通风管道通往外面，他已经在外面了。全程搜捕，不用全程。
我知道他要去哪儿。硫磺，第7间工坊储存在码头仓库的硫磺，他被抓前去过仓库，袖口沾了硫磺粉。现在他跑了，第一件事是去仓库取剩下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配方，他没全记在脑子里，他在仓库藏了配份。我烧的那份，他知道不是唯一的。硫磺粉撒在从拘留室到码头仓库的所有路口。通信员鞋底沾了硫磺，走到哪里都会留下淡黄色足迹。肉眼白天能看到，晚上需要用紫外灯，向荧光追踪。对，化学不准经院，足迹能保持到凌晨。紫外灯一照，硫磺发出微弱荧光，黄色的，在紫外波段有特征吸收。硫磺粉白天看不见，晚上发光，化学追踪比警犬还准。你们人类有这些技术，还要我们狗干嘛？还是需要的，因为我们会叫，狗叫是免费的。紫外灯要电池。硫磺不溶于水。今晚没有雨，足迹能保持到凌晨，能保持到凌晨。紫外灯一照，硫磺发出微弱荧光。不是完整的配方，他藏的不是备份，是假配方，故意留在这里给我们找的。他知道你会追踪硫磺粉，他知道，他和馆长一样，每做一步都留后手。第7间的证物盒，他在里面存了什么？取走了，不是配方，配方他已经能默写了，是别的。沈家大院地下第3层第8间。第8间，汞矿墓室，馆长是在那里被抬出来的。通信员要回去，回去干什么？馆长已经不在那里了。也许不是找馆长。第8间除了汞矿，还有什么？第8间石桌旁墙角有一块被他忽略的石板，当时他忙着把馆长和父亲弄出去，没有检查那块石板。通信员没往城外跑，他往地底下跑。第8间，我漏了东西。他不是逃命，他是去拿馆长留给他的东西。那我们直接下去？不，围住所有出口。他在下面。硫磺足迹会告诉我们他走的是哪条路。荧光越来越强，说明硫磺粉在他鞋底积累。他在码头仓库踩到了洒在地上的硫磺，他自己不知道。硫磺粉是干性的，不会沾脚，但他走的路越多，鞋底纹路里卡的硫磺就越多。他走的每一步都在给我们指路。硫磺粉追踪不需要狗，但需要紫外灯。这不是新技术，古代炼丹师用硫磺在密室留下记录。他们知道硫磺在暗处能发光，虽然不明白荧光原理，但他们知道这东西能在夜里指路。又下去了，这次我不用跟硫磺粉比我快，紫外灯比我准。我跟您说，科技进步就是这样的，先是狗，然后是紫外灯。狗负责在井口等，等上来的时候摇尾巴，这就是我的工作。没失业就转型了。第8间减2，我爸来过，他知道第8间不是重点，他写了假，意思是第8间不是真正的第8间。通信员要找的不是第8间，是真正的第8间。馆长留下的不是配方，是你来了，比我想的快。硫磺粉馆长教过我，他说如果被追，别走没有硫磺的路，因为你们会用硫磺追踪。我以为你明天早上才会发现硫磺粉，你凌晨4点就到了。你故意踩硫磺，是引我来这里，不是逃命。对，我把你引到这里，因为我要把铜匣给你。我一个人打不开，需要你的铜钥匙。还有呢，第7间的钥匙在你手里。这是沈家第3代留下的真正的第8关，不是汞，不是毒气，是选择。馆长说，铜匣里有2个配方，一个能杀人无药可解，一个能救人，能解前面所有毒。只有一把钥匙能开，钥匙在你手里，你选，打开哪个？馆长让你来这里开铜匣，他告诉你钥匙在左边。对，他说左边是解药，
他骗你。左侧锁孔磨损痕迹多，有人反复试过，他试过，他打不开，因为钥匙不是左边的，是右边的。我10年前打开过这个铜匣，配方我抄了一份，藏在笔记本里。铜匣里我还留下了另一件东西。默默，给你。10年前，爸把这张照片放在铜匣里，他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打开，他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活着看到，所以他用铜匣当时间胶囊。他放了2样东西，配方给我做工具，照片给我做。没有第2个配方，馆长骗了我。他说铜匣里有终极配方，能解开前面所有毒。我信了，我一直信。馆长骗了所有人，包括你。第8关不是配方，是选择。你选择信他还是信自己？你选了信他。硫磺粉白天看不见，晚上发光，化学追踪比警犬准。可这集抓的不是人，是真相。通信员自个儿把咱领到了真正的第8关，不是毒药，是选择。馆长给每人画了饼，陆老板钱，掌柜生意，通信员配方全是假的。铜匣打开，发的是紫外光，紫外光的照的不是硫磺，照的是人心。汪。通信员在地下第4层，溶洞里有地下湖。他触发了什么？他什么都没碰，就坐了一会儿，然后突然站起来，说馆长最后一道指令。他按了岩石上的一个开关就跑了。不是爆炸，是沉降。地下有支撑柱，通信员触发的是支撑柱的破坏装置。沈家大院是建在溶洞上的，天然溶洞用人工支柱撑着，支柱一断，整个宅子往下塌。秦先生，宅子东半部已经在沉降了，如果不撑住关键支点，整个东厢房会塌进地下溶洞。石膏、碳酸钠、水，膨胀比1:6。东厢微风主支撑柱需要膨胀力至少2吨，常规膨胀剂不够，需要加大剂量，用化学膨胀。石膏加硫酸钠生成碳酸钙，固化膨胀，体积增大6倍。石膏、硫酸钠、水，立刻去最近的建材部，全拿来！第1支点，柱梁正下方，用膨胀剂撑住，防止柱梁断裂。第2支点，东墙管，用膨胀剂填实地基裂缝，防止墙体继续倾斜。在地下关键的也是最难的，用膨胀填满支柱断裂的空隙，让它重新膨胀支撑。这是最关键的，在地下8米，从地面灌膨胀剂还没到就凝固了。我爷爷画过沈家大院的地下支柱，一共12根，东厢房下面有4根，其中第3根是主支撑。如果通信员破坏的是第3根，必须从地下第2层灌注膨胀剂，从地面灌来不及。我下去，从地下第2层灌注，直接灌进断裂处。地下还在神像，万一……没有万一。东厢部如果塌了，整个沈家大院会连锁坍塌。底下是溶洞，全部塌进地下湖。这片地至少下沉5米，周边民夫全在神将半径里。膨胀剂，第7级是逃命用，现在是救人用。同样的化学分离式，上次为我自己，这次为全城。这哥们儿升级了。膨胀剂，好吗？第7级是逃命用，现在是救人用。同样的化学生式，上次为我自己，这次为全城。这升级了。他从第7级活到第34级，用同一个配方救了2拨人。我把他当时说的话还给他，这叫学以致用。我也升级了，从陪跑送石膏到送石膏。浓度加大，膨胀力加大，但凝固时间缩短，从灌注到膨胀不到3分钟，所以不能在地面上配好再送下去，会凝固在桶里。要在断裂处现场配。用水和预先混合好的干惹。裂缝在扩大，3分钟之内会完全断裂，必须立刻灌注。碳酸甘钠、纯碱、石膏、硫酸钙，在水中反应生成碳酸钙和硫酸钠。碳酸钙结晶体积膨胀6倍，这是化学膨胀，不是物理膨胀。化学变出来的体积不会缩回去。3根支柱全部撑住，东厢房不会塌，但需要永久加固，用混凝土，不能用木头。听见没？准备混凝土。你又用膨胀剂了。化学公式不会老，同一个反应，
能用100次。爷爷手稿里也写过这个配方，石膏加碱称实用。他100年前在沈家大院修地下通道的时候就用过这个反应。他说这是施工化学，他把化学写在施工图旁边当建筑笔记。你爷爷修过这栋宅子，不是破坏。沈家雇了他，他把配方写在施工图旁边。他不是沈家的敌人，是沈家雇来修宅子的化学顾问。第7间工坊。可馆长把他关进了精神病院，因为他不只是修宅子，沈家发现了他的手脚撒身性命，就把他关起来了。罪名不是他害人，是他知道太多。他把秘密写进手稿，沈家关了他，他在精神病院里继续写，用乙酰墨水。他写了100年的秘密，然后把手稿拆成7册藏起来，怕沈家一次全找到。现在7册都找回来了，最后1页还没显要，但前面的每一页都帮我们破了案。膨胀剂又来了，第一次是用在第7集，这哥们儿和我被埋在当铺底下，他用膨胀剂撑了个洞逃出去，现在他用同样的东西撑住了一整栋楼，同样的化学公式，上次救2个人，这次救1条街。我跟您说，这叫进步，一个人用同一个配方，从小规模到大规模，从逃命到救命。汪，别叠了，手帕送你了，反正也洗不出来了。我爸在这宅子里画了10箭头，但会坊人都不在了。现在第7间的还在里面，那3000页实验记录是3条人命的证据。宅子塌了，证据就被埋了，现在他没塌。爷爷在最后1页写：沈宅不倒，真相不灭。他用膨胀剂修过这栋宅子的支柱，他一定希望它不倒。他一定没想过100年后，他的孙女和另一个人的儿子用同样的膨胀剂，又把沈宅撑住了。膨胀剂，石膏加碱加水等于撑住，化学公式就这么几个字，但这几个字撑住了一栋100年老宅。100年前的姐姐的爷爷用这配方修宅子，100年后这哥们儿用这配方撑宅子，同一个配方，一个目的，让真相别被埋。沈家大院不塌，3000页证据就不灭，那老家伙的罪证就还在上面。汪。他不来了，他不来抓我，他在撑宅子，他宁愿撑宅子，也不下来抓我。醋酸磷遇硫化漆变黑，硫化漆来自硝石中的硫磺杂质分解。这个弹药库密封太久，硝石缓慢分解，产生了硫化漆，浓度不高，但已经足够让试纸变色。试纸，又一张试纸。从第1集到现在，这哥们儿的试纸黑了至少20次，每次黑了都解决一个问题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不忘初心。送您一张试纸。你呼吸的空气里有硫化氢，你很安全，只要你不动火药，但你的身体已经在缓慢中毒。硫化氢与细胞色素氧化酶结合，细胞窒息，你会先失去嗅觉，然后头痛、恶心，最后呼吸衰竭。我已经中毒了，早期出来，呼吸新鲜空气就能代谢掉，留在里面，浓度会越来越高。火药不要碰，硫化苏氰是易燃气体，你手里的引爆盒如果产生火花，整个弹药库会变成毒气弹，你不会被炸死，你会被硫化氢毒死。炸死是瞬间，毒死是慢慢窒息，你选哪个？他说的对，他每次都说的对。馆长说他会用化学骗人，但他不骗人。他拿试纸给我看，馆长从来不给任何人看试纸。你为什么不进去抓我？因为弹药库里不能有明火，包括手电筒的开关火花。我进去，你可能点引爆盒；你不点，火花也可能自己引爆硫化氢。我不进去，我们都能活着。馆长是不是从来没有告诉过你这些聊爆炸极限？没有，他只告诉我配方，配方不教人怎么活。他教了我3年，每一个配方，每一个剂量，每一个反应条件，他不教我试纸，不教我怎么不中毒，不教我怎么在弹药库里活，他只教我怎么配药，怎么卖药，怎么替他处理掉没用的人。总理，以后你在监狱里，如果有人给你吃可疑的东西，撕一小片，放在上面，脸黑了就别吃。
走吧，上面有新鲜空气，你的嗅觉会回来。硫像素的神经毒性是可逆的，早期脱离就能恢复，你还能闻到东西，醋味、桂花味、雨味都能再闻到。这是你爸画的？是，10年前画的。他在这底下画了10个箭头，从井口一直画到第8箭。馆长从来不在地下留任何标记，他说标记是给敌人留的，他不信任任何人，连自己人都不信任。这就是区别。我爸留箭头是给后来的人指路，哪怕后来的人可能不是他儿子。馆长不留标记，是怕任何人知道路。一个人在地下不留标记，说明他从来没有打算和任何人分享任何东西，包括你。秦先生，弹药库里除了火药还有什么？硝石、硫磺、木炭，黑火药的3部分，缺一不可。配方你比我清楚。新城的地址在第8间铜匣底下，馆长不是让我继承，是让我去那里建7间的分号。我不去，但我告诉你，那里头还有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没说，他只说打开的人会后悔。我以为他指的是你，现在我明白了，他指的是我。我后悔了。他还说了什么？新城的地址在第8间铜匣底下，馆长留的不是配方，是别的。要下去拿吗？今天不上去了。不对，今天上去。上去。对，今天上去。市值黑了20次，回回都能破案，这叫不忘初心。通信员落网，弹药库封了，新城地址也到手了。最绝的是，这哥们儿主动说要上去，可算从地下生物变回人了。里程碑式进步，旺！桂花开了。你妈最喜欢桂花。爷爷的最后一页，我用体温试过了，柠檬汁写的隐形字需要加热显扰，我把手指按上去，字慢慢出来。写了什么？半夏，爷爷写的不是咒语，爷爷没来还有一行更小的，写的是沈宅不倒，林家不断。沈宅不倒，林家不断。你爷爷100年前写的，今天应验了。不是应验，是我们让他应验的。秦老师，你的化学课还上不上？我妈说家里的醋还留着1瓶，等你下次开课用。化学课停了，以后改实验课。你来，我教你用醋写字，干了一加热，字就出来了，比你铅笔写的还牢。秦老师说叫我用醋写字，醋能写字。秦先生，检方来电，馆长今天凌晨在监狱医院去世，汞中毒多器官衰竭。他最后说了一句话，什么话？他说告诉秦墨，配方第8关他没找到，我留了，在新城。配方第8关，他最后还在骗人。新城地址我有了，但我不会去。配方我已经不需要了，配方在醋里，醋在厨房里。他不肯承认，他30年的实验被一坛醋打败了，到死都不肯承认，实验失败。通信员落网，馆长死了，弹药库封了。老家伙到死不信一坛醋能破他30年实验，骗子最狠是骗自己。这哥们儿信，所以在桂花树下喝茶，桂花开了，全程安全。今天在这儿，旺。硫酸钡不溶于水，不溶于胃酸，你体内唯一不用担心的沉着物。妈以前说硫酸铵是医院里最安全的东西，还是在合适的力量就出不来。进去啊，出来什么样？不惹事。他一直在想办法帮你体内的参，他把解放藏在最危险的地方。院长每天用醋，
但他从没检查醋坛子底。以后你每天都能感觉到这间病房朝东，太阳每天从那扇窗户升起来。我让医院把窗帘换成了薄的，阳光能透过来。你要是嫌刺眼，就戴墨镜。10年地下，那副墨镜还在。那姐姐站在门口不进去，不是不敢，是给父子俩留空间。我跟您说，这姐姐现在懂事了。以前她会推门到有些时间不该打断，我没她懂事，我追鸽子，但鸽子飞了，我就掉了根毛回来。我来送爷爷的手稿教注本。你说要帮你父亲做鹅和治疗的中草药参考，爷爷手稿里有相关章节，够准确。校注可能不够准确，我没有化学背景。甘草酸鹅和作用已被现代药理证实，你爷爷的草药方用现代化学解读全部成立。爸，林半夏，林家第4代，他爷爷的笔记帮我们破了案，他自己的校注帮我们补全了熬合配方。秦伯伯，爷爷的最后一页我用体温显化了，爷爷没来得及告诉你，谢谢你帮我就是破2家，他才把这句话写出来。今天早上出太阳的时候，我在看化验单。贝汤造病结果，你体内全是硫酸败沉淀，再有血收硫糖物，但硫酸败进去什么样出来不惹事儿。鹅化治疗3个月疗体内会越来越少有毒的东西，越来越多无害的东西。3个月无害，3个月一个疗程，每一个一重疗程，铅会走，进去什么样出来什么样。秦伯伯，我在博物馆档案里倒里找的，是当年你和秦墨妈妈的结婚照，被馆长夹在旧档案里，我把它拿出来了。太阳照常升起。这是父亲出狱后看到的第1轮完整的太阳。昨天的太阳被精神病院的墙挡住了，前天的地下囚梁的石板挡住了，10年前的被园长伪造的入院记录挡住了，今天的没人挡。白大褂，先挂你这儿，我出去办点事儿，回来再穿。博物馆，林半夏升副馆长今天有交接仪式，馆长办公室空了很久，他没坐那间，选了原来那间小。太大了，一个人坐空。我原来的那间小窗台上，铜香炉。爷爷的遗物放在窗台上当笔筒。他爹摸了我的头，我跟您说，这老头手上还有汞中毒的斗，但他摸得很轻，像摸鸽子毛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父子团聚，姐姐升官，全程安全，连我都有鸽子毛当纪念品。太阳照常升起，这句话不是比喻，是真的。太阳从东边升，病房朝东，硫酸劣无害，一切都在变好。旺，汞会走，铅会走，最后剩下是无害的东西，像硫酸烂。这集没有案子，没有毒药，没有爆炸，只有一个老人在病房里戴墨镜看太阳。他10年没见过太阳了，今天太阳照常升起，以后每天都照常升起，他只需要看旺。古籍科学考试第1册至第7册，校注者秦墨，出版说明林半夏。柠檬汁主要成分柠檬酸，加热分解生成2氧化碳和水，无毒性，适合用作隐形釉水，加热显影，反应可逆。3个月了，这哥们儿现在在大学上班教化学，他的学生不知道3个月前他在全城排爆，弟弟追凶，用一米劫狱，他们以为他是个穿白大褂的普通老师。字迹留在纸上，不会消失。柠檬汁隐形墨水的咸物是不可耐逆的，一旦被加热氧化，字迹就永久留在纸上。和点生器咸物的淀粉末不同，那个会褪色，柠檬汁写的字永远在。兹聘请林半夏同志为市博物馆副馆长。3个月前，这座博物馆是藏污纳垢的地方，今天它是藏真相的地方。馆长办公室空着，不是等人做，是等证据清点完改成档案室，改成全城人能查阅的公共档案室。那些实验记录3000多页，每一页一页都属于全图。正式版，下个月印刷。这是交票，先给你。你爷爷知道醋坛子，他知道我妈藏了醋，他在最后一页写了怎么显影，但他没告诉任何人，他把秘密留给后人，他相信后人能破。他知道我们会一起找到，他等了100年，等到我们。柠檬汁，我在实验室用柠檬汁写了隐形字，跟你爷爷用的一样的配方，加热显永不可逆，字会永远留在纸上。第
第3行受秦远山林半夏之托，你把我的名字跟你父亲并列。你是林家第4代，我爸说百年两家斗，今天停。在你家延续房里停的。你爷爷的最后一页，还有一行没显网。你说用醋蒸能显更多，今晚试试，用我妈留下的那坛醋，还剩半干，在第3个橱柜里。你家第3个橱柜放了10年。现在你知道为什么那坛醋一直没到？不是为了今天，为了你爷爷最后一页最后一行字。那姐姐哭了，不是哭出声音那种，是擦眼睛那种。我跟您说，人类哭分很多种，有声的、无声的。擦眼睛的，擦眼睛的是最好的，因为眼泪是真的，但不想让人看到。他爷爷写了信用隐形墨水，100年前写的，今天显影，这叫化学。化学能让100年前的字在纸上活过来，比狗厉害。我们狗的寿命只有10几年，化学的寿命是无限。哇！林半夏，林氏3代，第4灵记，记录沈家罪证，乃最初，始终自解，罪证可视天下。他不是第2代，他是第4代。爷爷的爷爷就是沈家的药师，他帮配方藏进了第7间，他把配镜古籍100年，4代人，每一代都在记，每一代都在等有人把古籍解开，等有人把真相拿出来。我是第5代。杀人的看。醋坛子空了3/4，最后一次用是你爷爷的最后一页，以后这坛子不用了，留着放在博物馆，和铜香炉放在一起，当展品，当证据，证明配方有2种，杀人的在第7间档案里，救人的在厨房醋坛子里。他爷爷写了信，用隐形墨水。我不太懂柠檬汁写字，但那姐姐哭的时候，我不吭声。哭完，他掰了半个馒头给我。临半夏出品，博物馆特供，比那哥们儿摆的狗粮强。3个月了，全程恢复了。醋坛子放进了博物馆，5级出版了。那哥们儿在大学教化学，他爹在医院看太阳，那姐姐在博物馆当副馆长。我在3个地方轮流睡，一切都在变好。我跟您说，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是3个月前全层人一起往井里倒出来的。哇！秦老师的课在下午3点。6个月了，这俩人现在上班都能互相看到。他的窗户对着他的实验室，中间隔了一个花坛，花坛里有桂花，桂花开了。我跟您说，这种距离刚好看得见，不用说话，想说话就敲窗户，不想说话就各干各的。他们2个都是喜欢安静的人，安静里放着对方就够了。进来。秦先生，好久不见，我保外就医，今天刚出来，来跟您道个谢。道谢？你是因为我进的监狱，也是因为您，我在监狱里学了化学，监狱有扫盲班，我学了3个月，能背元素周期表了。硫氰化钾遇铁变红，是氯合反应。你手背上的红色是色素沉积，过半年会退。你要做染料，要不用提清提取。栀子黄、茜草红、靛蓝，没有毒，洗得掉。想学去大学旁听，我不教染料，我教基础化学。周3下午有课。栀子黄、茜草红、靛蓝，我记下了。那我走了，秦先生。那批货船上那些检方说您出了报告，证明不是全部都有毒，有一部分是正经药材，所以他们给我减了刑。我知道是您写的报告，谢谢。陆老板，真的识字。你身上硫磺味还是太重了，下次伪装之前先洗个澡。秦先生，您什么时候看出来的？你推门的时候，3下方式是2下。陆姥姥码头上的敲门的时候，敲过我船舱的门2下，很重。今天3下很轻。一个人坐牢6个月不会改变敲门的力道，但会改变敲门的方式。如果他想伪装成另一个人，这本书纸页发黄程度至少5年，监狱扫文班3个月前才开。你告诉我你在里面学了3个月，3个不会把一本新书翻成这样。这本书是你从旧书摊买的，盖上假印章。你想让我以为你真的学了化学，你真的洗心革面了。秦先生，我只是想过来看看，
看看您还记不记得我，看看您还会不会被你的旧书和酷联笔记骗到。不会，身上硫磺味还在，不是手上的，是衣服上的。你去了哪里？接触过硫磺？你在码头上那批货被扣之前，把硫磺藏在别处了。现在你出狱了，你去取了。硫磺、粉泥 ，pH 约4。你袖口上有硫磺粉，微量。你刚才说想做染料，其实你已经去过了旧仓库。你取了硫磺，藏在哪儿我不问，但你的保外就医会被取消，因为保外就医的条件是不再接触危险化学品，硫磺是危险化学。你帮馆长处理毒气，那些人死了，你欠他们。建设的债不是钱，还钱还不了。硫磺你拿不回去，保外就医会被取消。你要回监狱把随书长尾学完，别跳课。你上次跳过了铅的毒性，所以你才帮馆长用铅丹。这孙贼回来我也不怕，他身上的味儿我3年前就记住了。仗脑玩加坏心眼儿，下回再来我提前3天就给你报信儿。旺，我跟您说，这人出狱第一件事不是回家，是来找这哥们儿，不是来道谢，是来探路。他想看这人6个月能改掉身上的味儿，改不掉。他以为坐牢粘在袖口上，坏心眼儿粘在骨头里 ，pH 试纸一测全漏。陆老板来了，保外就医期间接触危险化学品，袖口有硫磺残留。你又抓了一个，这人出来才3天。他人出来了，但他的配方还在旧仓，回去拿配方，配方拿不到，他永远出不来。馆长教他的配方，他以为那是财富，其实是锁。但是用了20几次，而人没变，他在揭穿试纸。试纸不认伪装。我跟您说，这孙贼回来我也不怕，他身上的味儿我3年前就记住了。张脑文加坏心眼儿，下回再来我提前3天就给你报信儿。实验结束，申诉结束，派坛子桂婆花开了，今晚吃饺子。醋溜白菜蒜是好的，蒜能中脑毒，蒜能显影，蒜能调味儿。科学不骗人，醋不骗人，狗也不骗人。晚安。